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地心人传话》这本书。主人公吴凡呢，在地心人布韦罗的带领下呢，看到了《山海经》中外星种族的来历，以及原本是连绵不绝的昆仑山呢，经历远古科技文明的混战呢，变成了断裂的山脉。那这个古老的星球上，到底还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山海经》中的那些稀奇的人种和国家，都是外星人的产物吗？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地心人布韦罗呢，用5D 全息影像技术为吴凡就展现出了《山海经》中的那些上古世界，而各类珍奇异兽呢，仿佛就在眼前，现在呢，却都大多消失不见了。吴凡就感慨到呢，想到了《山海经》里同样有着神秘色彩的那些国家和奇特的人种，难道他们也都同样消亡了吗？布韦罗操作的投影仪瞬时间呢，吴凡的面前就出现了各个长着千奇百怪的国度。《山海经》中呢，里面的种族有轩辕国，布韦罗告诉他，那是天狼星的分支种族，负责研究当时的亚洲区域。他们先派来了2个族人引导人类，被华夏民族尊称为伏羲女娲。后来呢，又让华夏后裔呢，在自己的领地造了一个叫做黄帝的首领，控制着东亚远古人类的大小部落。还有很多的小国呢，白民国呢是一群白色的外星种族跟远古人类很相似。孟殊国呢是人首鸟身的外星种族，来到地球之后呢，热衷于研究鸟类。延长国呢是人身鸟头的外星种族跟孟殊国恰巧相反。这2种半人半鸟的外星种族呢，喜欢在次元空间里入住，也就是不同的纬度空间里想要找到它们呢非常困难。丁零国呢貌似于人类种族但是他们的下半身是像蹄子的外星人。总基地呢在当时的远古欧洲随着历史传说呢被称为了潘神。伯提国呢身上长羽毛的类人族呢，他们是利用万能量场呢，经常在地球飞天遁地。锰双冥呢是一种雌雄同体的外星种族远古时候呢喜欢研究人类基因。人类古代的记载和现代的人类新闻偶尔会出现连体人的报道，其实就是当年锰双国的外星人研究人类残留的基因突变。而《山海经》里面的大人国和小人国也存在，有的是外星种族提取了远古人类的基因，研究人类的身体的极限，通过类似的试管培育出来的。最高的极限呢有7、8米，而最小的极限呢，他们说到达过30厘米。之后的远古人类就脱离了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时代。而当地的人看见了巨人骨架，就误认为是神，传着传着就变成了后来的神话传说了。吴凡当时就张大了嘴巴，一脸呆滞的就看着影像。布韦罗就笑着让画面定格，他说：“你看山海经》里面的出人呢，就是你们祖先看见的智能机器，可以任意变化身体负责开采地下矿。有的时候远古人类成群结队的看见那个采矿智能机器人，他们就会感到好奇，想要捕捉回去。出人智能机器人不想伤害远古人类，就会变成老虎来吓跑他们。还有吴启明呢，是一种类似于植物和动物结合的一个物种。是有的外星种族呢，把植物的基因跟远古人类的基因结合创造的生命体。优势呢是寿命长，衰老之后呢，埋在土地里吸收有机的元素呢，就可以重生多次。被你们的祖先看见呢，很羡慕。其实远古人类不知道弊端，是无法跟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还有的外星种族呢，会选择聪明的远古部落人类教一些奇巧艺术。这一批人类呢，就被叫做奇公民。他们还教给奇公民部落用木工制作各种装置机械，可以方便生活。还有一些装置呢，可以轻易的捕杀猎物，被远古的帝王见过。布韦罗呢说了很多他怕吴凡一下子消化不了。他说《山海经》中这些特殊的国家或者是你们理解不了的部落呢，都是外星种族做实验的残次品，被远古人民看见了所记载下来的。说是国家呢，其实是部落聚集地而已。国外发现的纳勒迪人呢和弗洛勒斯人呢，都是当时外星人研究变异造成的。外星文明在远古呢，只能捕捉少数的人做研究大部分呢还是在保护中过着自己的生活。于是呢，这些被改变基因的人被远古人类看到，就流传了下去。由于远古人类文化落后记载不全、遗失等各种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流传就一直在改变，慢慢的就发展成了现在人类看不懂的天书。而《山海经》呢和一些远古著作的记载呢，其实是半真半假，只是远古人不理解而已。他说《山海经》中的建木的传说也是真的。人类的天才尼古拉特斯拉呢，曾经构想出沃登克里佛塔幻想指的就是建造一座超级智能的大型巨塔呢，可以直接的吸收恒星的能量，再通过巨塔转换成无线电源的能源呢，供人类无限使用。这样呢，只要有太阳人类的能源就永远不会枯竭，也可以利用这座巨塔呢操控核聚变。而人造的闪电和其他功效呢，如果这个实验的成功会普及全世界应用。
那么现在地球上的天然的煤炭资源、石油资源、天然气资源、矿石资源都会被淘汰，不但可以更好的保护环境呢，以后也不用再挖掘地球的资源，并且全人类呢会拥有廉价的核聚变能源，而无尽的能源呢刺激其他的发明和创造。如果当初人类普及应用了这个沃登克里佛塔的话呢，说不准技术在20世纪呢就会提升成初级文明。只是可惜人类资本家的私心呢，担心特斯拉的沃登克里佛塔呢会摧毁他们的盈利手段，所以全部联合打压，就销毁了这项发明。初级文明虽然不能够让人类长生不老，但活个几百年、近千年还是可以的。而《山海经》的建木呢，其实就是远古文明的沃登克里佛塔的原型。而当年地球上的所有的外星文明用建木来收集太阳能，转化能量，所以《山海经》经书里记载的建木周围有其他的小太阳或者是金乌呢，其实都是星际飞船在补充能量。在《山海经》中呢，这些珍奇异兽和传说呢，大概都出现在一座山里，那就是昆仑山了。只是大家几乎都把这本书呢当作是神话和传说在看。至于昆仑山的具体位置呢，现在还没有定论。而在此前呢，昆仑山脉呢是很多外星种族的聚集基地了，里面有着很多大小的山峰被不同的外星种族控制着。其中呢，昆仑山里面威望最高的管理者呢，其实就是资格最老的管理员的身份就是西王母这个种族。其实人家不叫这个名字西王母是人类祖先取的，后来也离开了地球。按照不韦罗的说法呢，昆仑山是当年诸多外星文明聚集和喜爱的地方，非常热闹。而外星文明造出了一种叫做星球穿行器的仪器，这个仪器可以实现星际穿行，而昆仑山的不周山里面就有这样的星际穿行器。昆仑山并非一座完整的山脉它是由大大小小的很多山脉连接起来的。现在划定的昆仑山是在西藏、青海以及新疆的交界处嘛，这个没有错，但实际上呢，它的面积比这个还要辽阔。按照当年的地理位置总结的话，放在今天呢，他说昆仑山脉应该是一直延续到甘肃的祁连山，是一座横贯东西南北的辽阔山脉。不周山呢，则是在今天的帕米尔高原。原来昆仑山是如此的辽阔，所以这个吴凡很快就发现了问题。那远古的昆仑山如果那么大的话，为何到现今却缩减了那么多呢？还有就是传说中的不周山是撑天的支柱，而现在的帕米尔高原不过是个大高原而已，完全够不着天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布韦罗呢就投来了一个赞赏的眼神他就说以前的昆仑山脉在混战中是被摧毁了很多，这就要说到之前的一场远古大战了。时间呢就回到地球的29亿年前。当年呢，布韦罗所在的文明的祖先呢，也就是之前提到过的三磁妖文明他们把科技发展到了和现在人类差不多的时候呢，通过类似于射电高清望远镜技术，就发现了火星文明情况和地球差不多。同时在火星文明上也有生命呢，用他们的科技在观察地球。之后呢，他们又观察了其他的行星发现金星上也有智慧生命和科技文明。那这3个行星的进化生命呢，到发展出文明的时间都差不多。所以当年的金星的环境还没有现在恶劣嘛，在其他的行星上也没有发现生命。不过在木星和土星的一些卫星的冰层下发现了原始生命和单细胞生命，但无法和他们沟通。在此之后呢，地球、金星、火星3家相互发现之后就开始用科技交流了。关系熟络之后呢，相互学习取长补短。3家还一起发明了研制出了飞出太空的飞行器，用来会面和沟通。从此呢，3家的关系就越来越融洽，并且开始移民和种族融合。科技程度呢是日益提升。那3个文明本来以为这种和平的情况会持续很久，不曾想呢，3家科技刚刚突破到初级文明不久之后呢，从太阳系的41光年之外降临了巨蟹座的外星种族。而巨蟹座的科技文明呢，比这3家还要强出很多，是一支邪恶奴性很强的种族。当他们发现这3个文明之后呢，便想要控制起来。经过沟通之后，谈判失败发动了一场星际战争。巨蟹座的科技虽然强一些呢，但由于地球和金星、火星同仇敌忾嘛，再加上熟悉自家的地形呢，最后总算是以惨痛的代价将外来者消灭了，并掠夺了他们一部分科技。学习之后的科技就突飞猛进嘛，所以这一代的火星和金星的地表呢，也被轰得满目疮痍，很多种族呢险些灭绝。外部情况是2颗星球偏离了公转轨道，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呢，金星和火星的环境开始变得一蹶不振。地球由于保护及时呢，但好在没有变动公转轨道。经此一战呢，火星和金星有很长时间无法在地表居住只能去地底深处开辟空间生活了。还有很多种族就来到了地球定居，用几千年呢来恢复正常。在往后的岁月里呢，太阳系陆陆续续被别的外星生命造访，有的呢能和平共处，有的呢来肆意掠夺。所以这3个文明经常和周围的星域或者是外星文明切磋，甚至发动星际战争。
那随着无数次的行星战争过去呢，火星和金星就彻底变成了荒废之星。地球呢有着70%的海洋，大气层雄厚，可以缓解大部分的轰击。再加上呢，地球处于火星和金星的中间呢，它们就为地球挡下了大部分的攻击。各种原因呢，才让地球幸免于难。在这些混战中呢，昆仑山脉就被摧毁了很多虽然威力呢还没有大到天崩地裂嘛，但也把现在的青海省和甘肃省中间的山势给摧毁了，隔断了昆仑山脉的地势，从此就变成了2个地方。战争的地方就形成了现在的柴达木盆地直到今天呢，那里的环境还没有恢复过来。传说中的不周山呢，是远古人的叫法。当年的不周山比现在更辽阔，它的中心是座大基地，是众多外星文明星际穿行的一个基地。那个地方需要很多的能量，于是诸多的外星文明呢，便把大基地的中心呢连通太阳，形成了一个光芒万丈的能量光柱，可以时时刻刻的吸收恒星的能量，进行核聚变来保持穿行的能源，让远在山脚下的远古人类误认以为是神山连天。那随着一代代的传说呢，就变成了现在听到的那个神话。那远古的时候呢，环境比现在更恶劣嘛，其实也是磁场比较强。对于初级文明来说呢，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握磁场操控，所以远古文明的种族来回穿梭飞行于昆仑山脉和不周山的时候呢，身上的纳米服饰呢都是特制的，可以按照心意操控周围的磁场飞跃，动不动就会发出5颜6色的光芒。被远古的人类看到呢，他们就以为是天神。那讲到这里呢，吴凡就对那些远古神话的固有印象都被打破了，这更让他感慨文明的发展的程度的不同带来的差距可谓是天差地别。当别的智慧生物已经掌握科技力量的时候呢，我们的古人类还只能默默的仰望，并把他们当作神仙。那看来地球文明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嘛。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多想呢，布韦罗又提到了另一个他很感兴趣的东西——埃及的金字塔。刚才说到了星际穿行嘛，这种仪器和金字塔紧密相关。金字塔的建筑遗迹不止古埃及存在，他说世界各地都有，比如说玛雅金字塔、阿斯特克金字塔、秘鲁卡拉金字塔、波斯尼亚金字塔、西班牙格鲁吉亚金字塔、墨西哥太阳金字塔等等另外海底的深处各地也都有金字塔的传说，只是人类还没有发现而已。具体呢，还要从3次妖发展成初级文明之后讲起。他说当时的太阳系的周围很多的星座里面都有外星文明，不晓得怎么对金字塔的建造精神就情有独钟，后来就把其他文明都感染了。经过研究确实是方便快捷。初级文明大多数喜欢探索奇异空间，使用的量子纠缠技术呢传递信息，有的时候进入特殊的空间通讯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失去效果。后来经过很多外星文明的研究和试验呢，就总结了一种最实用的办法，就是配合着科技仪器呢，可以凝聚加强量子编码纠缠的通讯感应。那这个科技的感应需要搭建特殊的模型，就是金字塔的形状。所以在远古金字塔搭建正常使用的时候就汇聚着外星文明的科技力量，无坚不摧。一旦撤走了这些力量，那么它就会变成一座普通的建筑。可是即便如此废弃的金字塔的寿命也可以达到上万年，这其中的科技构造呢，非人类的建筑设计能比。那远古文明建造金字塔的时候，不管是在当时的埃及呢，还是在其他地方，都会被当地人奉为神明。那在外星人离开之后呢，他们便把留下的金字塔当作精神的信仰。人类的法老呢，还把它当作陵墓长眠，内心期望呢死后可以去到神的国度。于是呢，在活着的时候就命令工匠改造修缮金字塔，才让内部就变成了人工痕迹，最后就变成了一座坟墓。金字塔最开始的功效呢，其实就是空间穿行器，比如可以通过亚洲的金字塔的空间穿行到非洲。另外呢，金字塔还有星球通讯采集宇宙能量、收集太空射线、感应空间频率等多种功效，可以说这就是个万能通的场地。因此呢，就颇受很多外星文明的青睐。高级的金字塔呢，还能够实现星球之间的穿行，而人类在地表发现的呢，都是废弃的金字塔。外星文明后来重建呢，都会在地底、陆地以及海洋里面，所以地表运转的金字塔呢，人类看不见、探测不到，被外星文明给屏蔽了。大部分的呢，都是在地球的北纬30度，而那里呢，对人类来说充斥着神秘，各种未解之谜呢，都多发于这一地域。布韦罗还解释到说如果人类有了这种技术的话，汽车、飞机等代步工具呢，就都会消失，不仅方便，还能节省很多的资源，对于月球等行星建立基地等会有很大的帮助。虽然吴凡还想听下去，但是本意告诉他该休息了。由于2个人关系的升温呢，布韦罗就没有过多的客气呢，便离开了。吴凡躺下之后呢，脑海里就浮现出了那些远古的故事，不由得激动不已，一时间难以入眠嘛。
于是就试着用万能量场中的能量呢，开始一种意念的体验。不知道是受到这里环境的影响呢，还是布韦罗讲述他的启发呢，他真的居然成功了。一开始他分不清楚是在现实还是在意念之中，后来慢慢习惯了呢，不仅能够感受到山峰的辽阔和大海的凉爽，还能够乘坐飞行器飞出太空，感受宇宙，而且十分逼真。那吴凡的意念感受飞出太空的时候，他居然飞到了太阳系的边缘。他说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稳定的微小型的黑洞，这个发现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认知，前面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他说连太阳的光芒都看不到了。按照飞船上的智能操作指引呢，显示前面的黑洞叫做盖亚 BH1， 距离呢只有1560光年远，是颗稳定的螺旋天体。再加上受整个银河系的引力的牵引呢，这个盖亚黑洞呢对周围很远的星球和陨石没有任何的威胁。于是呢，吉乌凡决定靠近去看看那里面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呢，他还会发现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让我们下集再见吧。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这集内容大家还喜欢吗？喜欢的话，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哟。我们会在每集节目下方留言当中选出一位幸运的粉丝。奖品的内容呢，就是宇哥之前讲过的这一些书籍还有小唐抱过的娃娃。那抽奖的标准是什么呢？抽奖的标准呢，就是我会在节目下方留言当中呢，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留言，所以大家要多多留下精彩的留言，吸引我的注意哦。搞不好下一位粉丝就是你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